在中国江苏省的南京博物馆中，陈列着一件非常特别的镇馆之宝，按照如今的市场价，有专家估算，至少价值9亿人民币。它就是金蝉玉叶，曾埋藏在一座古墓中数百年，出土时依旧光彩夺目。但它却不是出自任何一个王侯之墓，而是被发现戴在一名小妾头上。它的精巧之处在于，一般人看到它的图片，应该都会认为它是现代的工业制品。它的外观就是一只精巧的金蝉，趴在一片玉雕的树叶之上。无论是金蝉翅膀上的纹理，还是玉叶上植物脉络的起伏，都让人很难想象，这件文物居然来自世人认知中的粗大明。那么，金蝉玉叶背后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一一揭秘。1954年，在中国江苏省的五峰山上，一支工程部队看着眼前的场景，不得不停下了手里的工具。他们本是要在此处建造一座坦克训练基地，可现在才只是勘测挖掘阶段，就挖出了大片的人工建筑痕迹。在逐层汇报之后，上级派来了江苏省文物组的工作人员，对这片古迹进行考察评估。经考古人员确认，此处挖掘出来的应该是一处墓葬群，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经上级批准，此处立刻由工地改建为考古发掘现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通过现代化的考古方式进行的田野考古活动。然而，此时的考古学家们还不知道，他们将会发掘出一件震惊全国的宝物。在抢救性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发现此处的墓葬从宋代开始到清代皆有，但是以明代墓葬居多，并且其中数座同属一个家族。一开始挖掘出来的多是普通的金银瓷器，虽然各自所属时代不同，但大部分的工艺水平只在当时的平均线上，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内容。直到考古队员们开始清理14号墓葬坑时，此处异常的埋葬方式以及一件稀世珍宝的出土，终于是让所有人都开了眼界。从墓志铭上可以看出，这处墓葬属于明朝弘治年间，是一名叫做张安婉的进士的家族墓葬。此人在史书上留下的痕迹寥寥无几，现场的专家们看了都直摇头，表示没听过。本以为一个无名文人的墓穴，肯定也难见什么好东西。谁想到这棺盖一打开，就让专家们大开眼界，大吃一惊。只见棺中并排躺着一男四女，因为是家族墓，所以采用这种合葬方式倒也不稀奇。从位置上可以看出，这一男四女是墓主张安婉以及他的一妻三妾。其中一位小妾一眼看去就是少女模样，身着绢丝锦服，身材娇小，却不难看出其生前体态丰满，一身环佩甚至比正室都要丰富。而最亮眼的还是在他头顶有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蝉，正趴在一片碧绿的树叶之上。在场的专家无一不是眼毒之人，一眼就看出了这金蝉绝对价值不菲。经鉴定，这只金蝉的黄金纯度高达 95%， 其制作工艺涉及到了金属浇筑、拉伸加工、阴阳刻画以及组件焊接等复杂技术，体现出了明朝时期发达的金属冶炼工艺。整只金蝉有着精巧的造型设计，只见它双翼微微张开，前足轻轻翘起，正是一副欲要展翅高飞的姿态。蝉身纹理惟妙惟肖，无论是肚腹部的环节，还是蝉翼上的骨架，甚至就连喙部的伸缩结构都清晰可见。而整只金蝉不过 2.4 公分长， 0.8 公分宽，最薄的蝉翼部分只有 0.2 毫米。在如此微小的结构上施展出如此复杂的錾刻焊接工艺，足以见得当时匠人的心思手法之巧妙。金蝉镶钉在一片玉叶之上，玉叶乃是纯正的新疆和田阳之白玉，在工匠的细心雕琢之下，厚度仅有 0.2 公分，温润透光。玉叶贝壳画区分成了8瓣，有着清晰的主副脉络，完美还原了叶片的自然形态。
这金蝉绝对是一件国宝无疑，但是它越精美，反而就带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此精美的一件国宝级文物，为何会戴在一名小妾头上？而且张安婉去世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已经年过古稀，他的墓中为何会出现一名尚未成年的貌美小妾？而张安婉的其他妻妾，从骨龄上来看，应当是正常合葬范畴，唯独这位看起来最受他宠爱的小妾，年龄却还不到18岁。这一发现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毕竟除非有什么意外，不然这2个人同时自然死亡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就有人推测，会不会是张安婉死后有人杀害了这名小妾，用来给张安婉陪葬？毕竟他是如此钟爱她，想要死后也让她陪着，这听起来似乎就很符合中国古代男性的想法。但无论是墓志铭中，还是对尸骨残骸的检验，考古学家都没有找到这名小妾明确的死因，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详，因此也无法做出论断。只是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从这个金蝉玉叶背后的寓意来看，这或许又是一段值得流传的爱情佳话。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一个词，金枝玉叶，就是用以形容身份尊贵的女性，比如格格郡主一类。而蝉在俗称中也会被叫做知了，因此这金蝉玉叶也可以叫做金枝玉叶，正是金枝玉叶的谐音。由此可以看出，在张安婉的心中，自己这位爱妾是有着极高的地位的。而另一方面，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着特殊的含义。古人对蝉这类完全变态性的蜕变方式没有清晰的认知，但他们观察到，总是在雷雨夜后，蝉会脱壳生翼，鼓鸣不停，从一种丑陋的爬虫变成一只有着绚丽金色外观的飞虫，因此就赋予了蝉寓意转世重生的含义。比如在名著《西游记》之中，唐僧就是金蝉子转世。在古代丧葬习俗中，曾发现过死者口含金蝉或玉蝉的习惯，这些都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转世，并且达到精神上的轮回。而将金蝉玉叶这么贵重的事物与小妾同葬，或许代表着张安婉也希望他能轮回转世，下一世定要生作金枝玉叶，过上更好的人生。如此看来，这件珍品的出现，或许还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忘年之恋。在张安婉年近古稀之时，遇上一名少女，巧笑嫣然，顾盼生姿。她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或许不是生在大户人家，却有着大家闺秀的气质。张安婉喜她的清纯淡雅，又爱她的天性聪慧，因此纳她为妾，还打造了这一只金蝉玉叶钗与她当作信物。奈何人有生老病死，张安婉又年事已高，终于是撒手人寰，驾鹤西去。而他的妻妾也已先后亡故，或是因一场传染病，或是因为什么意外，也有可能是悼念亡夫，积怨成疾。总之，在4人死后，张家的后人选择把他们合葬一处，以此纪念这一家人的感情。或许在现代人看来，一个男人一妻3妾，本身就应该被公开处刑，绝对不值得夸赞。但是在那个极其讲究身份尊卑的年代，张安婉能将这件最为珍贵的事物送给最晚来的小妾，已经足以证明他对这女子的深情。不过这毕竟是一桩无头公案，没有任何史料记载他们的生平，也没有任何证据探讨他们的死因，只为世人留下了这只稀世罕见的金蝉玉叶。以上就是本期故事的全部内容，喜欢的观众麻烦您可以点个关注，点个赞，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会。